现在在日本竟然出现了破纪录的暴雨，你看那个画面，我心里想，这根本不是下雨，这是雨弹在狂炸下来的。对这个画面来讲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讶。在东京23区来讲的话，现在这些狂风暴雨已经成灾啦。然后你看一下，导播来看一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什么？这张图叫做雷雨包，而在东京23都上空呢，全部叭。叉是什么？是有落雷，然后呢，正方形是云放电，哒，你看哦，你根本没有看到一个空的地方，所以你来看一下，有一个利河川，过去因为它在城市里面，那你看利河川，它很少会上新闻啊，可是当利河川遇到这种雷雨包之后呢，水就淹上来了，所以呢，已经看不到它原本的水面了。那除了这些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每一次像风灾、雨灾，最重要的地方要看机场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机场如果这种状况的话，那你有办法去让你的班机起飞跟 landing 吗？是没有办法的。它的机场完全都淹水嘞。我们少看到羽田机场会变成这个状况。那日本它自己的国际航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？日本航空和全日航空取消了129个航班呐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又取消了40个各一个70航班，一个42航班。另外来说的话，我们来看电车跟 JR， 电车在你的月台这边太吓人了吧？因为我们常去日本，我们去日本坐电车坐 JR 都会想到一件事情：干净、舒适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如果有一天雨下成这个样子，你的月台已经变成瀑布了。好，另外来看的话，你想想看。这个是户月银座商店街已经淹起来了，淹成这个样子哦。很多的车子它是来不及走，人去避难了。然后呢，很多车子要赶快逃，结果呢，一些逃不及的或者是来不及的，已经都倒在那个地方。那现在来说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地方你也无处可逃，因为雨还在下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到的画面哦，只会短时间之内雨不停的话，那只会越来越情况。玉峰这个画面也太吓人，这个地方是哪？这是在东京哎，在日本的首都哎。结果它的排水，它有到那么差吗？不可能嘛！就表示什么？雨下的也太快太急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这个地方是哪里？这个地方在品川站前面的一个阶梯。那刚刚赵和哥讲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说，那你东京都下面不是有个神殿吗？有没有？大家不是看很多 YT 的影片？因为当初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容纳的量的话，所以呢，它在下面挖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，还有罗马神柱。可是当你雨下的太大的时候呢，恐怕你再好的基础建设，其实你也很难抵挡这个大自然的力量。然后下水道也是整个都喷起来。然后呢，在目黑区，其实23区里面每一区都很精华，但尤其是目黑这些地方，你对比台湾大概就是信义区、大安区那种地方，然后这种美容院不是应该是更优雅的一个空间吗？没办法了，水都灌进来了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我看这个影片就是说，你的落地窗你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鲸鱼，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水位，你觉得它是不是马上就要淹进来了？然后呢，那个水位慢慢弄高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啊，跟店家一定觉得非常的很可怕。好，马路严重积水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公寓，这叫川崎的公寓的地下室就直接给淹没了。那这种情况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过去来讲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变成什么样？变成命案，因为很多人把东西储藏在地下室里面，然后雨下来的时候呢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要去救，把东西拿出来，不然雨淹了怎么办？可是你看。地下室淹没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已经淹到1楼高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以前是有发生过的如果有人在里面的话，你来不及逃的话，那你就不是一般我们看的下雨的一个情况，恐怕就会变成一个更严重的社会案件。好，那这个刚才是看东京，我们现在看周边的郊区千叶县。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明显，不是它除了有暴雨之外，竟然还有龙卷风。在东京湾，我们过去看很多日剧，东京湾都是男女主角定型的地方，然后呢都是非常美妙的一个画面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当你天色暗下来，深沉的一个影像，竟然出现了这个是什么？水龙卷。这个地方竟然出现了水龙卷，东京湾有水龙卷。好，那另外来讲的话，在停车场也有类似龙卷风的状况，然后呢让物体就直接卷着上去。这个在城市你很难想象啊。我们以前想到的这龙卷风，不都是在美国比较旷野的地方吗？比较空旷的地方吗？现在都市郊区都出现这种龙卷风，而这种龙卷风跟东京有关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奇幻的一个影像。
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好，那再来看静冈，静冈因为之前琵琶登陆的情况哦，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整个都把它扫过去，静冈已经变成断垣残壁了，很多的地方。你不觉得这像是乌俄战争的战场吗？怎么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整个会这么严重啊？所以呢，这一次来讲的话，琵琶它只是一个青台啊，对，所以变成这样子。而且琵琶也是比较扫过去的一个状况，但是这次来讲的话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大气不稳定的话，你最后台风走了，带进来的一些气流跟这些雨势，其实对东京、对日本这边都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宇轩，我们刚看到日本这个画面也太夸张了，只是一个琵琶、一个青台就已经把它整个房子、屋子整个全部都吹垮，甚至有豪雨、大雨、龙卷风。现在东京的状况真的很危急。但是我们回到台湾过来看，不对啊，我们的高雄没风、没有雨、没有龙卷风，怎么变成一个一个的地方树没了？这个地都被挖烂了。对，但因为台湾有3老鼠哦，各位吓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最近呢，高雄出一大堆事情呢，包括从大寮到美浓以及呢大树等地，其实是大树最早，因为它是为了光电厂开始滥伐。结果说呢，没有想到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无人机扫过去之后，到处都是天坑，而且是人为天坑。比如说以最新的，这我们讲美浓大峡谷，各位你知道那多扯吗？就你现在看到这画面，你以为是天然的景观吗？不是为什么你会有积水？因为它是挖到连下雨之后根本水流不通，全部都积在那边，要么被剃头，要么变成大峡谷，而且都是人为。而且还有什么？还有新的，对，新大峡谷。天啊，我心里想，我们听错啊，而且太夸张了。你从这地图看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傻爆眼。美浓在这边，大树在这边，大寮在这边，你现在是要干嘛？北斗七星是不是？整个都连一条线了。你如果待到看到西部，你会觉得更扯。来，这就是我们讲的美浓大峡谷。为什么叫它美浓大峡谷？因为最近 Google 有网友直接把它封为美浓大峡谷恶搞。其实它的专业名称叫做麦银大峡谷，就陈其迈跟我们都讲邱意银。但你知道它有多深吗？总共占地面积高达6公顷左右。对，但是它的深度呢？6、7楼，大概20公尺，就你现在看到这个状况，挖得这么深了。而且我问你，怎么样有办法一直这样挖，一直这样挖？然后你说你高雄市政府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。然后最近桥头地检署发一个声明稿，好像很了不起哦。高雄市美浓多地农地呢，国有地呢遭到不法集团大范围裁处时，于民国114年8月27号执行搜索，扣押重型开挖机具，传唤被告15名。经检察官讯问之后呢，相关人等以废弃物清理法申请羁押禁见。好，那我就问一件事情哦，你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知道的你跟我讲好，这一天有办法挖成这样吗？6、7层楼，一天不可能，一周不可能，一个给你1个月好不好？不可能，也不可能。那你看这是另外一个地方，美浓新大峡谷，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比刚刚的问题严重性更大。它是好几个，它不是像刚才那个大坑它是好几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大概8个坑。那你知道真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？是因为这个西埔寮这个区域刚好是水源头。什么叫水源头？当地人钻了一个井，大部分人都是使用所谓的地下水，结果他开挖的地方刚好是在地下水的上游，所以他等于是他把这些东西挖完之后，把好的东西先拿走，把坏的东西埋下去，结果这边的居民他们可能要喝这些所谓回填污泥、废弃物的水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对，我想你如果说是一般的建筑材料，这个还有得讨论。但最可怕的是什么？里面会不会有重金属啊？你如果会不会回填里面呢，把一些我们讲重工业的废弃物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回填什么啊。他把很多东西挖了之后，又把它回填回去啊。那到时候流出来之后，这些水可能全部都到居民的我们讲嘴巴里面啊。而且你看距离他所饮用的地下水源不只是很近，对不对？回填废弃物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代表已经回填很久了。对。他们刚好在附近挖了一个170公尺深的地下水。那我反问一件事情到底多久了？有没有1个月？那1个月会不会有污染？你看到这边是水，这边是水，结果它的废弃物就给你挖在这个地方，就给你藏在这个地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太可怕了。因为地下水它都是同一个水深，所以当它都挖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些水可能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冒出来还是下雨的。但是他害怕的是什么？不管你是下雨的，它也是会回流到我们讲地下水层里面去啊。所以当你挖成这样之后，然后你又把废弃物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塞了什么之后回填回去，好，有告了这么有动作了，来依法开罚100万元那再开罚300万，我就想说利息公升糗吗？你现在才要去查，所以你知道最可怕的地方在这边，而且其实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刚才讲到连李雅静这边都在爆料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。
这个在大寮，对，旁边它原本是一个农地，所以你看我旁边都是这种青青翠翠、很漂亮的农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偏偏这一片啊，兆和原本也是良田，那这个良田呢，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？又有人呢把大量的废弃物买了这个农地之后呢，再把它回填回去。但我跟你讲，这块地基本上已经没救了，毁掉了，没救了。而且到底怎么样非法倾倒？那你跟我讲说，哦，罚6万块、30万，那有什么用？代表说什么事情？代表说这个在高雄地方已经行之有年，而且中间呢有暴利可以去图谋嘛。后来我来跟你讲这个美浓这个案件对不对？赚了3.3亿啊！你3.3亿，结果你罚1430万，看起来非常多，人家只要赚得饱饱的。那这个案件我跟你讲他们这种回填的因为这个是后来才开始稽查的，包括这个农地赚的绝对都超过这个罚金，所以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包括你这个已经被挖掉的土地，你总不可能想尽办法找沙石把它回填回去。像这个已经污染的农地呢，你根本就无药可救。如果到是地下水源的话，你也没办法。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地毯式搜索呢，来去针对相关的去稽查很多种种的办法等等。但其实高雄人真正在乎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当然你要去发展这些产业先进这些计划是非常好，但是如果说这样层出不穷的案件，你没办法防患于未然，只有办法亡羊补牢的话，对于人民来讲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不是，我们刚刚特别讲，这些人挖的、埋的、害的，这一些人该罚要罚。该抓要抓，该羁押是要羁押，但是纵容这些坏蛋的人，他们到底是谁？所以真正的坏蛋，其实那些人只是小恶而已，真正的大恶恐怕都在我们这行政院的高层，我们的部会首长，都在我们的部会首长。这是5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环境部还找了法务部跟内政部一起宣言说，我们把营建废弃物资源化，从此它改名字叫营建产出物，而且要强力打击所谓的营建废弃物弃置的问题。这像一个宣告，所以高雄市很倒霉，因为他们说要严厉打击这些东西，就跑到高雄市被偷埋了，甚至在9月6号的时候，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你看这次事情发生之前9月6号就有人在《自由时报》投稿说，营建废弃物如果改名营建产出物，其实就是一种华丽的转身，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非法弃置这个常年的惩恶。其实你只是把名字改过来，问题根本没有解决，甚至让它推动了所谓的营建废弃物的恶性循环，滋养了一个叫非法废置的黑色产业链。所以你改完名之后，对于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帮助，反而会变成一个所谓的黑色。甚至不法的一个产业链。对，因为本来把它当成废弃物管理是比较严格的，现在把它叫资源再生利用管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像一个弃置预告，你让那些人很难追踪，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它资源化。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投诉说，你不能这样干你这样干的话，会让弃置更严重。你没有管好它嘛？什么叫没有管好它？这是我10年前去高屏溪看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叫资源化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替台积电回收再利用，把它资源化的氢氟酸的污泥，那时候也是说要回收再利用10年前就把它弃置在高屏溪旁。那时候专门干什么事情？收了这些废弃物，然后政府把它推动叫资源再利用，变成再生的产品，说要把它做成烧些砖头然后再生的利用东西。没想到这些业者竟然收了台积电的东西之后，没有把它做好，然后我一路往上追，再告诉台积电，你的东西被丢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承包了台积电的案子，结果他们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随便丢、随便买。所以才有人说9月6号投诉说，你们不能这样干了，这样害死高雄市啊！你说要把它资源化，其实你反而是一个弃置大宣言。所以老师为什么在高屏溪旁？刚才宇轩在讲都在高屏溪旁，沿着高雄像北斗七星布阵一样，都是所谓的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埋在高屏溪的时候，然后盗采砂石之后，砂石有钱卖掉之后，再把废弃物埋下去，等到台风天一来、大雨一来的话，冲刷掉，所有的废弃物都往台湾海峡冲完之后，还会累积很多沙石在那边，再挖又沙石，所以10多年来其实都没有改变过。所以他们根本就在等待，只要有台风或者是什么雨势，他们就期待他们那些废弃的东西全部冲到溪里面、冲到河里面、冲到海里面去了。所以问题就是在于内政部还有环境部这些到底有没有尽到责任嘛？所以高雄市很无辜，这些市民很无辜。这个是报道者2022年又做一个报道，其实我们政府都默许有几百万的营建废弃物留下地下战宰场张马町，然后做所谓的资源回收事实上流到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办法处理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？有一些沙跟砖石有资源的东西，当然很值钱，就
会有办法回传嘛。可是这一次人家投诉在讲的是什么？例如政府你只是把它名字改了，你有规定要怎么做吗？例如要怎么做？如果你有防热层，可能要保丽龙嘛，跟水泥，你把它分开做。为什么要分开做？这样比较好回收嘛。可是现在的做法是，你政府也没有规定啊，营建署跟环境部没有规定说你要把它分开以后好回收，现在全部都在一起，全部把它都在一起，把塑胶可以隔热的东西跟混凝土把它隔着水泥混在一起，所以就怎样？没有办法回收嘛。所以你换个名字，你有没有把管理办法管好？没有管好嘛，所以最后是怎么样？其实要么就去焚化炉烧，要么做成 SRF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这也不讲。结果最后是怎样？非法乱盗嘛。你说最后如果这个掩埋没有不成，很贵焚化了不成，好，最后就是非法滥盗。对，所以最后非法滥盗的几率反而是里面最高的。所以你嘴巴讲说你要把它资源化，变成营建产出物，是一个资源不是垃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管好它嘛？所以人家投诉说，你要小心会乱盗。没有，好像9月6号说投诉说你要小心会被乱盗。对，结果9月10号就爆出来到高雄出现了嘛。所以那时候10年前的时候，我看到高屏溪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跑去告诉台积电说，我一路追查，我发现那个弃置的业者就是你们台积电的委托处理商。那时候台积电的最高的环安卫的主管叫许方敏，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家公司被起诉了，我个人跟公司都没有资讯，但是这件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会进一步了解。那时候我就算哦，有90多天的时间，台积电还是把污泥给违法的业者在处理。那时候他为什么会被陷入这个局，就是因为政府说这不是垃圾，这是可以再利用的。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的时候就很有趣啊。所以高雄市长应该好好看这张图，这是5月的时候3大部长联合宣布要杜绝营建废弃物弃置。你说里面有法务部、有内政部、有环境部，我们要守护台湾，杜绝非法弃置，结果现在就非法弃置啊！所以他们谁的责任比较大？就你们这3个人嘛，因为你们有没有管好营建废弃物？有没有像台积电那时候多么倒霉？被人家说，我再利用啊，我把它做成产品了，结果就被乱丢。台积电那时候很无辜哦，所以后来他要求怎样？废弃物修法、废清法修法的时候，要把我入罪。以后我产源是有罪的哦，我这样才可以要求别人。我当然讲的是10年前的事情，可是你们这3个部长，你们有做好它吗？你们只是害了高屏溪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还修了一个法，也是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又是我们熟悉的老人物，也是5月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盗采砂石的宣告，就是5月时候，我们的郭部长突然间经济部门因为砂石是归核专局管的，突然间就废止加强取缔盗采砂石的处理方案，突然间废止加强取缔了结果就发生了5月6号你废止结果现在就发生了，所以变得很讽刺的事情是，老是说要资源化，要把它管好结果你说要废止加强取缔，又被盗采了，那到底问题出在谁？还不是这些中央部会，所以地方跟高屏溪跟高雄市民很无辜，很倒霉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